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聚焦是習近平變身全球的總調度嗎？接下來他會不會來協調這一場可能會發生的川金會？另外就是普丁帶頭現在向東轉了嗎？中俄在這一次會面之後簽署了40項的合作，反美陣營現在全面的向北京集結靠攏。接下來關心，當俄羅斯、北韓、伊朗、巴基斯坦接連靠攏中國大陸，世界正進入後美國時代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一次詳盡的關注。先來關心我們的到場嘉賓，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記得幫我們的影片按下讚。昨天有非常多的網友在留言板上面有跟我們留言互動，也有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來收看。所以今天一樣的，記得按下熱推，並且寫熱推之外，想要持續跟我們互動的，可以在上面留言。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今天我也會一樣一起來統一做回復。好，今天的大主題要趕快來關心到的是，現在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正式的被外界視為是一個國際大國的調停人了。調停的國家、調停的事項真的非常的多，因為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来自於南韓媒體的報道，他說呢，收到的最新消息，習近平最快可能會在下周就會正式的出訪。人就會去北韓了。這一次的關鍵是說，他會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川普之間來做成一個協調者，有望進一步有沒有可能來促成接下來川金會的舉行呢？那麼根據私下的了解呢，另外政府官員透露的，習近平可能在5月下旬到6月初的時候訪問北韓的幾率其實是相當高的，因為呢，現在根據了解，包括了外長王毅跟習近平的護衛跟禮賓團隊都已經先到平壤這邊為高層的行程來做鋪路了，所以接下來真的這個習近平訪問北韓的幾率其實是相當高的，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另外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呢，習近平主席近期可以說是行程滿檔的。我們先前看了跟這個川普會面，還跟這個普丁會面，這2位領導人訪華之後，國際也在關注說北京的下一步外交的布局又是什麼。而當中這一次跟俄羅斯中俄的領導人見面，被形容是俄羅斯有求於中國大陸甚至我們也看到普丁在這一次見面當中還特別引用了中國的話。他說1日不見如隔3秋啊，他說中俄的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一個新高度。確實我們看到俄羅斯這一次真的是有求於中國，在經濟上面，俄羅斯在這場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其實已經是可以明顯的看到經濟上相對的疲弱了。所以呢，這一次中俄其實簽了40項涵蓋貿易、科技等等相關領域的合作之外，傳出俄羅斯銀行計劃要大量的來採購中國大陸的華為晶片，加速推動它旗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 GigaChat。那麼俄羅斯的副總理最新他也感慨的說了一句話：當我們，他指的是俄羅斯只有蜂蜜和螃蟹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卻擁有無人機和機器人。我不得不承認我看到這樣的消息的時候是感到有一些的難過的。中俄在軍事上、在經濟上有非常多的合作，在軍事上也在不斷的強調戰略性的合作。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俄發表的聯合聲明，特別譴責了美國總統川普政府正在做的飛彈防禦計劃跟他的任何的核武政策，並且嚴厲的批評。專家說，這一次我們看到俄烏戰爭從2022年爆發之後，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俄羅斯的經濟的疲乏，所以在这個脆弱的之際，對於莫斯科來說，他們就會更加的依賴北京了。所以節目今天一開始的時候要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這一次中俄的領導人見面其實我們看到副總理也非常感慨說，只有俄羅斯只有螃蟹啊，只有蜂蜜等等，他非常的需要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支援。另外還有雙方在戰略上、軍事上面的合作。接下來俄羅斯中俄的關係是平等同盟，還是俄羅斯正在被解讀是不是淪為中國大陸的戰略附庸？楊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戰略附庸的說法是誇大了，而且所謂有求於中國、有求於北京，哪一個國家現在不是如此？當美國總統川普到中國大陸來的時候，不是有求於北京、有求於中國的
那個清單還很長嘞，連日本都有求於中國了。所以這樣子一個說法，其實是刻意的去沒有了解到中俄之間的這個關係。你看他現在已經簽了25年的中俄之間的睦鄰友好條約，然後呢，他們雙方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非常的密切。那我從4個層面來講，其實中俄之間其實相互的互補的這個關係非常的密切。那當然各有所長了。如果你只是看中國大陸的這個強項，那它對每個國家都是它的強項，無人機、電動車，那哪個國家還能跟中國大陸比呢？所以拿這個東西其實是會有點誤導。第一個我覺得大陸沒有錯，是在科技的這個產品製造業，那這是全世界的領導甚至統治地位。那跟俄國之間呢是主要的這個市場，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可是俄羅斯它對中國大陸輸出的重要性難道這個會弱嗎？它在原料，它在能源的層面，所以這個層面的就是相互的貿易的互補我覺得其實是很重要的。我們舉例啊，他這次談的叫做西伯利亞力量2號，那也就是說從西伯利亞經過蒙古國到中國大陸，長3600公里。那如果蓋好的話呢，每年可以有5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那這從哪裡來？這從西伯利亞過來。所以呢，這個當然你可以說，那會不會是中國大陸依賴俄羅斯？但不是用依賴這個觀點，而是相互的互補。那第二個，我覺得有2個數字第一個叫2400，第二個叫3100。2400是什麼？2400是去年中國大陸輸出到中國的雙方的這個貿易的總額來到2400億美元，這是歷史新高。也就是說，過去你看差不多3-4年前，大概就1000億，一下子這個增加。那這裡面當然相當高的比例，其實反而是中國大陸從俄羅斯進口的這個石油跟天然氣。3000億代表的是今年第一季度1到3月，中國大陸從俄羅斯進口的這個石化燃料來到了3100萬桶的這個石油，那比去年1到3月增加多少？增加35%。所以你看到他們這個互補的關係就很重要。那第三個呢？我講他們的地緣之間的這個關係，2個大國都是屬於陸權大國，然後呢結合的剛好就是歐亞之間的板塊的連接，中間從蒙古到這個中亞到西亞，那這個剛好又是一個上海合作組織的這個連接，所以呢，中俄之間的這樣子大國的連接具有相當高的國際戰略的意涵。那當然，它也影響到能源跟經濟跟貿易，這上面就是已經就有存在的“一帶一路”的中歐班列。而那個中歐班列現在要開一個南線往烏茲別克這邊去，所以事實上這個地緣政治的結合，中俄之間是一個很重要的。最後一點，也就是在軍事戰略上面呢，又是2個數字。那5500加1000，俄羅斯有5500枚核子彈頭，中國大陸現在大概在600到1000的核子彈頭。所以他們為什麼會對美國？美國有多少？美國有5000枚核子彈頭。也就是他们3個國家都是核武大國，所以這2個國家的軍事戰略的合作會是一個在就是從地緣政治延伸到軍事戰略以及核武嚇阻。那這個時候當然對美國要去發展就是很大規模的飛彈防禦，這是從一個核武嚇阻的概念延伸出來。如果你飛彈防禦做了很多，你可能就會有一點點這種想象說你可能要做那個核武攻擊的第一級。因為別人如果攻打你的時候，你可以把它擋下來，那這個就會讓核武嚇阻失效。所以呢，做核武大國中俄之間的這個結合也有很高的意涵的。好，這一方面我們看到中俄之間在軍事上面的戰略合作涉及到核武問題，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另外一個議題是不是跟核武有關係呢？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這個習近平主席有可能最快在下周就會去訪問北韓，那是不是要促成川金會接下來的發展？那此刻去還有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再來就是說，金正恩跟川普是不是有求於中國大陸，希望能夠會面呢？那上次哥怎麼解讀？哇，真的是習近平真的是很忙哦。從去年年底開始，各國其實都來北京，而且都是最高領導人，那個歐美啊到等等，然後接下來還有塞爾維亞總統要過來，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在這麼樣的來訪的行程到北京，他要接待，而張東要掐出一個這麼樣短暫時間，有可能會到朝鮮哦。
那這裡頭是這樣子，我想這裡頭還是主要在於去年93閱兵的時候呢，是邀請了金正恩來，而且就站在習近平的左手邊。普京在右手邊，你就會看到這個中俄朝的過去來講被視為他們很緊密的關係，在去年93閱兵出現了，而且金正恩特別來了部分，他待了5天4夜，過去他都沒有待這麼久哦，因為他是從平壤坐火車來的，對他的安全是很考慮的，所以這一次某方面來講也算是正式的邀請，因為當時有說金正恩也邀請習近平能夠到朝鮮到平壤來哦。所以這次的部分訪問是不是有點回航的這個意義呢？但我們知道，其實，在去年整個中國大陸跟北京跟朝鮮之間的關係，其實特別在經貿的表現非常非常的勁揚。同比當中來講，成長2025年到2026年第一季，它整個增長了26%哦。那他們其實賣的東西沒有很多很厲害科技的東西，其實在中國大陸大家最熟悉的是假髮跟假睫毛，是朝鮮賣的。當然，醫療用品、農產品還是互相還是很多。大概當中24億美金當中是22億是中國賣到朝鮮的。好，这我們看這經貿關係當然是兩國之間的，可是嚴格來說，其實中俄朝鮮三方的部分這個緊密當中，中俄是剛剛前面楊老師講的這樣的關係，其實俄朝，那麼我們知道普丁跟金正恩也是很緊密的。然後呢，中朝這三方其實有點三角迴旋，大家雖然很緊密，可是也各自有盤算。然後這裡頭也有各自的部分的結盟的結構，所以對於北京來說，中俄大國跟一個小朝鮮，那到底的意義在哪裡？我認為這次去很重要的意義應該是針對日本。我們知道其實朝鮮在過去來講，在武器方面，特別它有核武器，對日本都是很大的壓力。在這次我們看到，普京到北京這次跟所謂的中俄的這一次的合作跟簽約裡頭，你從習近平的談話，他那時候講的部分，他特別強調了這一次中俄的關係這麼熟了，但他特別強調2次大戰，這裡頭特別提到中俄雙方對於軍國主義、對於這個法西斯主義的部分，要有強大的合作。直率講說，要對這裡要有所抑制，而且要依照包括聯合國本身的，就是說，他對於歷史性的東西，是這次中俄也特別談到這一點。所以我相信這次習近平去到那裡，主要還是跟金正恩談，不是這些經貿關係，不是過去中俄朝這些外交關係，重點是針對日本。也就是說，這裡去體現到，特別不要忘了哦，過去朝鮮戰爭的時候，中國跟朝鮮大家是捆綁在這一起的對抗當時其實美國，所以這一段期間我們也看到，這大半年來，所謂當時其實中國跟朝鮮面對的這個部分的長久以來這部分的軍事關係，有一些歷史的懷思哈，所以這裡頭一直是一個很主要的主旋律。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最大的重點。我特別提到當這裡頭對付日本本身，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在1月的時候通知說，你日本把侵華的這些國寶，包括皇室跟日本國寶，你要還來。7月其實日本政府就得還或回應哦，而且現在也傳出說7月可能針對日本，中國大陸下重手，有可能在國內的航空法規改變之後呢，不讓日本的航空公司飛越這個中國大陸的領空，所以呢一波一波對日本的持續的施壓，我認為也是這次訪問朝鮮最大的一個目標之一。好，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最近真的是行程滿檔哦，除了跟各國斡旋協調有關於經濟的問題之外，還有特別是在這個亞洲地區第一島鏈這邊，也要解決在地緣政治上面的各種緊張關係。我們同時也要來同步關心到的就是，接下來我們說，川普已經結束訪問中國了，接下來俄羅斯也結束了。另外，很快的5月份哦，接下來呢，另外2個國家也要緊接着訪中了。特別關心到的就是塞爾維亞跟巴基斯坦。我們來看到塞爾維亞的這個總統武契奇會在5月24日去中國大陸訪問，那麼他會會晤習近平。他特別形容了說呢，中國外交部特別形容說，塞國是為中國在東南歐的重要夥伴，會持續強化彼此的鐵桿友誼。再來特別提到就是巴基斯坦了，同樣的，其實差不多的時間哦，巴基斯坦的總統也會在5月23到26號期間訪中。巴基斯坦現在可以說在地緣政治上面也是特別的敏感，因為呢，它是這個中東，尤其是美伊戰爭上面很重要的一個斡旋者。那目前根據最新的路透的資料披露，巴基斯坦已經私下向沙烏地阿拉伯部署8000名的兵力，還派出了一個戰機中隊，還有中國大陸製造的紅旗9防空系統到這個當地去了。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習近平現在是不是
打造一個去美化的一個國際的新陣營呢？那它有點像是變成一個全球的總調度了嗎？因為特別我們剛剛看到在中東地區，中國大陸的武器也進入到了沙國，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在這個國際話語權上面掌握度已經越來越高。厲將軍怎麼看？當然我們可以感受到，在滿清末年的時候，這個西方列強各國到中國來是來侵略的，不管是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甚至於八國聯軍，都是來侵略中國。但是沒想到啊，事隔这個100多年以後，現在各國的元首紛紛這個到中國來不敢說是用朝貢2個字，但是最起碼是來跟中國這個結交啊，當好朋友哈。那確實是在這方面來講的話，時空的改變確實讓我們感慨不已。那講到塞爾維亞，塞爾維亞這個國家很特殊，因為它雖然說周邊它都是這個北歐盟的國家，可是它自己本身不是歐盟的國家，那甚至於它是有一點在夾縫之中求生存。雖然說是它的宗教跟歷史跟俄羅斯蠻接近的，可是他也不敢站隊到俄羅斯那邊，怕因此而得罪北約國家哈。那當然，中國在這個時候就有跟塞爾維亞就有很好的可以接觸的這種關係哈。你看看中國在去年2025年10月的時候完成了塞匈的到匈牙利的這個高鐵完工以後通車，總共183公里。那你想想看，中國貨物是不是就可以從這個歐亞班列經過希臘，然後上去以後經過馬其頓，然後就到塞爾維亞，之後進入匈牙利，之後就進入歐洲的腹地。所以說對中國來講的話，當然是進入歐洲地區的一個前哨的一個基地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講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當然我們稱它為跟中國之間彼此關係稱之為巴鐵，它這個有很多的武器系統都是靠中國提供給它的，尤其是說包括到去年這個5月的時候印巴空戰這個殲10C戰機或者PD-15導彈，或者是各型的防空導彈，可以說巴鐵在中國的協助之下有很強的軍事能力甚至於稱霸南亞地區。當然現在由於它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牽着有互相的戰術互助的互相協議的一個協約了就是說哪一個國家被侵略被攻擊的時候，另外一個國家必須要去幫忙。那現在沙特很特殊的，它是被伊朗攻擊，所以說基於這個協約，那巴基斯坦當然要去協防沙特，這是沒有話講的。但是他用的武器都是中制的武器，雖然說他跟伊朗彼此之間巴基斯坦跟伊朗也彼此之間有很好的外交關係，甚至於這次伊朗戰爭，巴基斯坦站在一個斡旋國的角色可是他因為跟沙特簽有這個互相的戰略協約，所以他也必須要去協防沙特。我想這個應該大家會想說，是不是背刺這個伊朗？我覺得倒不至於啦，因為只是協約的關係。我想伊朗也能夠理解這種事情。伊朗主要敵人現在主要敵人是美國，倒不是沙特只是美軍用沙特的基地，他攻擊的是在沙特裡面的美軍基地。所以我覺得這種情形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力量已經借由巴基斯坦已經進入到中東地區了，這是不可爭的事實。好，謝謝厲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